真是太好了，阿平的干媽又来看望阿平了，不仅给阿平带来了不少好吃的，在得知阿平要建造廚房之後，果断把自己家的瓦片全部送給了阿平，真是個熱心腸的好人啊。天剛蒙蒙亮，阿平和孩子就早早的就起床了。阿平剛出门沒多久，屋裡的寶寶便大聲哭鬧起來，他連廁所都沒來得及上完，就急忙的跑回屋裡，趕緊將孩子抱在懷裡安撫。一看這情形，孩子十有八九是餓了。有了孩子之後，他只要離開稍遠一些，寶寶立刻就能感應到，哪怕隔着没多遠也會立刻嚎啕大哭。這個小小生命對媽媽的依賴似乎比任何人都強烈。好在這一頓奶寶寶喝得夠飽，不一會兒總算安靜了下來。阿平輕輕地把它放好，又馬不停蹄地走出屋外，繼續開始一天的勞作。在這山裡不知不覺他已經生活了大半年。阿平現在只想着院子裡這幾隻小雞快點長大，3個月之後或許能吃上一隻香噴噴的烤雞，當然他更希望它們能多下幾枚雞蛋，給正在長身體的寶寶補一補營養。餵雞只是順手的事，今天阿平真正的大任務是繼續建造廚房。將來的這個廚房要承載着他和孩子每天的一日三餐，阿平非常的用心。昨天阿平已经挖好了地基，今天的任務就是建造廚房的立柱和框架。然而就在阿平正在忙的時候，一個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了。阿平的干媽來看望阿平了，手上還提着一大袋東西，讓阿平既驚喜又過意不去。阿平笑着埋怨干媽，來就來，還帶這麼多東西幹什麼啊？他連忙接過禮物，干媽一邊笑着搖頭，一邊急着湊到寶寶身邊。他輕輕俯下身，看着熟睡中的小家伙，一臉的慈祥。一天不見，小寶寶就掛念得慌。乾媽感嘆這小孫子長得越來越俊了。阿平趕緊倒了碗水，用雙手遞到乾媽面前。乾媽看着吊床裡的寶寶，不禁連连誇讚阿平真行，自己帶孩子都帶得這麼好。小寶躺在床上乖得很，太讓人省心了。阿平也不忘關心乾媽，山路難走下回還是我去看您。乾媽忽然皺眉，看着阿平滿頭是汗，臉上還這麼髒。阿平挠了挠頭，拉着乾媽走到院後。乾媽這才知道阿平在搭建廚房。乾媽看到後更是心疼，阿平才剛出月子，指責阿平這些粗活盡量別幹。隨後兩人土坡邊比劃起來，研究怎麼把小屋搭得既結實又美觀。乾媽一想，他家院子裡還有些瓦片，是上次蓋房子剩下的，正好給阿平拿去蓋屋頂用。兩人瞅着寶寶熟睡的空檔，便踏上前往乾媽家的山路。山道陡峭崎嶇，兩人走得略顯吃力。到了院子前，乾媽指着這些瓦片，他們搭建房屋很結實，還防火，比阿平現在的草棚強多了。說着，乾媽就先搬起一塊大瓦片。讓人意外的是，年過花甲的她动作非常乾脆利落，毫不猶豫扛起瓦片就走。阿平見狀也趕緊搬起一塊跟在後頭。這一幕令人很是動容，一個是剛出月子的母親，一個是年邁的長輩，一前一後並肩在山道上搬運瓦片。歲月在他們臉上留下痕跡，卻沒抹去他们的堅強與執着。阿平的身體還未完全恢復，但他不願孩子受苦。乾媽年紀大了，卻依然願意為阿平分擔壓力。兩人肩上的瓦片雖然很沉重，但心中那份親情的分量更重。經過一下午的反覆搬運，所有瓦片終於都搬回了阿平家中。這時天也漸漸暗了下來，乾媽擦了擦額頭的汗水，表示自己得回家做飯了。下回再來的時候幫阿平建造廚房。所以說這位老人真的很不簡單。兩人以前素未謀面，互相都不認識。阿平生完孩子以後，老人又給阿平買吃的，又買奶粉，現在又給阿平送材料，讓阿平心裡滿是感動。有乾媽這樣的親人，讓阿平多了不少的溫暖。阿平接着繼續幹活，木材也提前準備好了，屋頂用乾媽的石棉瓦。隨後阿平拿着工具就開始挖立柱的地基。廚房結構比臥室簡單多了，只要搭好幾根木柱，
再蓋上瓦片就能遮風避雨。山裡早晚溫差大，阿平腳上還是那雙舊拖鞋。其實整個冬天，他都沒捨得給自己添一雙新鞋。在固定橫梁時，他發現木料略長了一些，沒多想，抄起刀開始修剪，幾下就裁剪得非常的合適。這把刀平時是做飯用的，如今成了他萬能的工具，切木砍柴甚至蓋房他都能派上用場。綁緊木頭的鐵絲準備好，阿平開始一根根加固。最近因為帶孩子沒法下山掙錢，他就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家裡改造上。只要手沒閒着心，就不會胡思亂想，也就不容易想起那些過不去的事。地上的木材很多都是他冒險上山砍回来的，每次出門都提心吊膽，因为孩子太小又不敢带出门，怕孩子有個萬一。前些天孩子的父親突然回家了一趟，這事也讓他至今心有餘悸。廚房在慢慢成型，幾乎都是一個人完成的，沒有親人幫忙，也沒人心疼過他。可能也正是因為從小家裡條件不好，讓他習慣了什麼都靠自己。有了孩子後，他做什麼事情都惦記着孩子，室外幹活從不超過半小時，就得回屋看看情況。有時候孩子安靜地出氣，他反而更緊張。孩子在這個時候表現很不錯，沒有給阿平添亂，可是有點餓了。阿平趕緊給孩子餵食母乳，餵完奶再輕輕放回床上。孩子真的很乖巧，他這才重新走出門，繼續忙手裡的活。他用鐵絲將主要節點加固得非常牢靠，這樣即使山裡起風下雨也能扛住一些。以前的草棚哪扛得住風雨，現在有了石棉瓦，防雨性也能提升不少，也節省了很多結構搭建的時間。這些瓦片雖然不是新的，但比砍葉子蓋棚靠譜多了。如今阿平一個人上山砍樹葉也不現實，只能等孩子再大一點，生活也許就能有所改善。遠處那個小破房其實就是他的廁所。之前大家經常問他怎麼上洗手間，如今答案也揭曉了。他一塊塊把瓦片搬上廚房屋頂，手上早已沾滿瓦屑和玻璃棉。阿平既癢又疼，但他平時連買手套都捨不得，只能咬牙堅持這樣的操作。正當忙到一半的時候，突然屋裡的孩子又哭了，他顧不上擦汗，立刻衝回屋。讓人驚訝的是，寶寶一看到媽媽，立馬就止住了哭聲，把孩子緊緊地抱在懷裡。寶寶對阿平的那份信任和依賴，讓阿平感覺哪怕再累都值得。為了讓做飯更方便，阿平接下來還準備徒手搭建一個好用的土灶台。不得不說，阿平的動手能力真強。等明天我們一起來看阿平的成果。